大家好，我是 Ikey， 欢迎来到 Ikey 讲棒球。上个礼拜天，在2024年5月26号的时候，在台南的棒球场举办了高国庆的引退仪式。没错，这集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高国庆的职棒生涯，还有当天的引退赛有哪一些有趣或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提到高国庆，我们一开始都会想到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然后稳定出赛，持续对球队都有贡献的一位选手。那高国庆呢，现年已经46岁了，他是在2004年正式加盟统一 7-Eleven 的狮队。那前3年呢，在2004年到2006年的时候，他穿着的球衣号码是4号。那在2006年至今，就是到现在为止，他穿着的背号都是68号。那他这21年球员的职棒生涯，他总共缴出的打击率是0.3，有3成哦，真的蛮不容易的。那高国庆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绰号，我们常常都会叫他大学长，或者是叫他绿色坦克，因为他的打击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蛮厉害的。那他的手背其实我觉得更厉害，等等我也会在后面和大家提一下。那高国庆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他很健康，然后很稳定出赛以外，他也是一位非常自律的选手。他是中职史上第一位哦，就是自费自掏腰包，然后拿钱去请练习生还有防护员。那高国庆呢，他在去年秋季的季末，他有宣布他决定要卸下球员的身份，然后转任统一狮的2军首席教练。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高国庆在职棒生涯中有哪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他曾经6度参与中华职棒的年度总冠军赛，那他曾经拿下了4次的中职一垒手的金手套奖哦。重点是他在2017年还有2018年，他是连续2年拿到了金手套奖。大家都会评论高国庆的手背真的非常的厉害。有人说他对于弹跳球的一个判断，统一狮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厉害。这点我完全同意。那我认为2007年是他打最好的一年，因为他在当年拿下了中华职棒年度最有价值的球员奖，真的很厉害。那除了我刚刚说到他有拿到非常多的打击和手背奖项以外，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投打双刀流。没错，他以前其实是投手，那只是后来在求学阶段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玩坏了肩膀，所以后来在职棒在投球上面就比较没有特别精进。但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可能比较大比分差的比赛的时候，统一狮还是会把高国庆换上来当投手。哇，真的很厉害，投打双刀流，这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球速其实也蛮快的。那高国庆本人呢，其实也是非常多项的纪录保持人。他在2022年7月12日，以43岁又279天的一个年纪，他成为了本土最年长的投球纪录保持人。厉害，已经42岁了，他还可以这样投球，重点是他还会打击，是大谷翔平吗？再来，引退当天，他以生涯6141个打数超越彭政闵，他独居史上第2。那他也成为了中华职棒史上最年长出赛的选手。其实我们要想象一下，他46岁能够保持这样的身材，保持这样的体力，保持这样对棒球的一个热情，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观众们可以去看一下，可能路上平均46岁体态啊，或是一些体力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高国庆的手背真的非常的厉害，那他多次的5星级手背其实都救了球队。那其实有几球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像之前杨森还有陈杰宪他们在守内野的时候，他们传给高国庆一垒手，传的球可能传的没有这么的好，但高国庆都还是有办法把它接住。现在每个球员也是要轮流去调整来准备总冠军的一个比赛。游击方向打得蛮强劲，哇！陈杰宪这一次又传得比较高，有惊无险啊。最后高国庆接到。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大家对高国庆很印象深刻的一个手背，就是他长传3垒，然后抓到朱鸿生这一球。再接起来传一垒，这个传到朱鸿生的身上了，传到朱鸿生的身上，朱鸿生不但是上过1垒，而且他现在继续上到2垒，还要继续冲3垒，这个球回传，冲3垒，结果被平了。朱鸿生还要继续冲3垒，结果被高国庆的回传平了，在14局的上半朱鸿生。那高国庆呢？他在打击上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觉得他特别喜欢捞低球打，很多很低的球都可以被他打成全垒打，应该是不会太差。这个球咬中中间方向，结果上去了。高国庆
在今天呢也挥出了。那我觉得对于我们球迷来说，或者是对于高国庆来说，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应该是他让嘟嘟没有了完全比赛。我现在这边简述一下时空背景，是在2008年7月10号，嘟嘟潘威伦先发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高国庆开赛就因为处理内野滚地球漏掉，让跑者上垒，那被记上了一支失误。那一场潘威伦呢投出了5安打比赛，但错过了非常难得的完全比赛记录。其实完全比赛大家一定知道，这是我投手梦寐以求追求的一个目标，非常非常的难达到。那其实真的很可惜，因为就差了那个失误，嘟嘟就可以在他的职棒生涯中画上一笔完全比赛的一个记录。健康统一狮队前方投手是潘威伦，面对打者是第一棒的林冠仲。这个时候场上有点下小雨，那潘威伦交之后传向一垒，结果这个位置是没有传得很好，那几乎上最后是给了高国庆一个接球失误。那在隐退当天呢，统一狮安排他担任先发 DH 打第一棒。虽然他当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一个打击表现，但统一狮我觉得他们很用心的地方是，他们在9局下的时候还特别取消了他的 DH 资格，然后让他去担任一垒手，去完成他人生最后一个职棒生涯的守备。我觉得真的是让在场的球迷非常的感动。而且这场比赛他其实距离上一次出赛已经相隔了500多天了，其实他能够打到球，其实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那在隐退当天呢，统一狮球团也特别邀请了就是从小一起长大，或者是不同时期就是互相学习竞争的选手，像是张志强啊、刘福豪啊，他也邀请了高国庆这些好朋友们担任他的一个活动嘉宾。那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像可能杨建福啊、于文彬啊，或者是蔡仲南啊，还有林威柱这些同学们，他们没有办法一起参与这场隐退仪式，是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小可惜的地方。那我们这边觉得统一狮球团这场隐退仪式办得很用心的地方是在于说，他们邀请到了前狮队总教练飞总吕文生教练，然后为他特别录制了一个祝福影片。那除了飞总吕文生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嘉宾，就是他的好朋友林威柱。虽然没有办法到现场来看，那他也有录制了祝福影片，然后来祝福高国庆未来的路能够更顺利、更顺遂。那这场隐退仪式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一开始因为英语延赛，所以到了蛮晚才开始比赛。那在赛后举办隐退仪式的时候，其实已经跨日了，已经跨到凌晨去了。那高国庆他的生涯又添了一笔很特别的记录，就是他的隐退仪式办到跨日隐退。那同时也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次，没有人这样做过，真的蛮酷的。那其实我们球迷其实也很谢谢他对于就是中华职棒的付出还有贡献，那也祝福他在未来的棒球生涯中，也可以以他自己的方式，然后传承给年轻的选手们。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那也欢迎你留言对于高国庆的看法，或者是你们觉得高国庆哪一场比赛让你们印象深刻，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说哦。快点去留言跟我互动，不然我平常很无聊一起留言互相讨论聊天一下嘛。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拜。